作为斯里卡的高端产品，金标45在3年前可谓热度非常高。当时孙颖莎在东京奥运会上使用金标45，2次击败伊藤美诚，因此也被很多球友戏称为止疼神器。该底板的结构采用淋巴面材、外置碳素纤维、阿尤斯立材和阿尤斯大芯儿。金标45我已经打过了4支，对它的特点算是比较了解了。今天这支搭配的是正手尼奥兰国专业版40度，反手蝴蝶 T19。金标45作为外置底板，其实它的碳纤维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击球手感非常接近纯木的味道。正手对攻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底板的速度偏慢，和很多千元外置底板相比，借力感觉不算好，击球声音和纯木很像。正手拉球，底板的形变较好，吞吐感不错，在中小力量下与纯木底板的拉球比较接近。单板质量一般，主要表现就是弧线偏短，速度偏慢。如果你的发力水平一般，你很容易在5分钟给出结论，金标45也就是几百元的水平，打起来甚至还不如白标45通透，而且会更加耗费体力。但如果你能够继续给底板施加压力，它的大芯儿会体现出高端底板的扎实感，底板的上限深不可测，而且越发力弧线就越稳定，形变就越好，单板质量也会更高。另外，在拉透大芯以后，底板的稳定性超好，可以说在我打过的千元外置底板里面，金标45发力以后的稳定性处于一流水平，这种感觉有点像外置968。由此可见，金标45是一款非常偏弧圈属性的底板。反手搭配的蝴蝶 T19 在金标45上软硬适中，表现刚刚好，主打的就是通透稳定，和正手相比也淡化了击球速度偏慢的感觉。在反手攻球、快撕和上旋拉球的时候，弧线饱满，虽然落点也并不算很深，但是手上的反馈非常好，发力以后也能给到足够的信心。另外，与正手中小力量难除质量相比，反手的断挡感觉不太明显，整体表现算是比较线性，中小和中大力量下都能获得不错的体验。正反手下旋拉，上手易如反掌，持球深，形变好，旋转强。衔接摆速的时候，由于拍柄较细，所以正反手转换起来是比较灵活的。不过对于手大一点的球友来说，斯里卡整个45系列手柄维度都是偏细的，抓起来不够饱满，这一点和红双喜968有类似的感觉。另外就是底板的重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偏板头的，在更有利于发力的同时，也会给手腕带来一定的负担，这点大家在选购时候一定要引起注意。退到中台两面拉球，可以适当的增加撞击的比例，这样才更容易出质量。如果过于依赖摩擦，金标45的回球弧线偏短，很容易掉网。在对拉环节，金标45的支撑性非常不错，底劲儿也算得上中上水平。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它的上限足够高，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底劲儿很夸张的底板。在我同样发7、8成力以下的任何区间，它的单板质量都没有 T 马维斯表现好。换句话说，就是它可以随着你的发力不断提升拉球的质量。不过它的上限虽然很高，但是单板质量并不是特别高。好的方面就是在拉球的时候，金标45可以带给你比 T 马维斯多的手感反馈，而且它的弧线更加饱满，稳定性也会更好。小球的表现可以说是金标45的强项，偏纯木的手感让它在接触球以后不乱弹，
非常易于掌控。讲到这里，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斯利卡45和90系列的常识。其中45、145、245的纤维走向与拍柄呈45度角，而90、190、290的纤维走向与拍柄呈90度角。整体风格就是45系列手感柔和，控制好，90系列更加偏向暴力属性。再来说一说纤维含量的差异，45和90的纤维是每平方米60克，145和190是每平方米100克，而245和290是每平方米200克。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纤维含量越高，底板整体的刚性越强，速度和底劲越大，旋转和稳定性就会越差。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45系列里面的白标、红标和金标的区别。简单点说，就是定位越高，选材越严苛。比如金标45采用的就是木材，更偏树木的根部，树龄也会更长，这样做出来的底板更加扎实，底劲也会更大。其实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出来这一特点。需要说明的是，红标虽然介于白标和金标之间，但其实更接近白标的手感和性能。最后做一下总结，金标45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比很多纯木底板更扎实的纯木底板加上一层薄薄的碳素纤维，因为它的很多属性都是更接近纯木的感受。它的优点是旋转强，弧线和稳定性极好，发力以后也具备相当不错的质量，防守时手感好，而且足够稳定。缺点主要是体现在中小力量进攻的时候速度不够快，弧线也不够顶，给对手的威胁较小。如果摩擦比例过高或者撞击力度不够，都会比较容易下网。因此斯利卡金标45更适合追求稳定、两面弧圈大螺球打法且自身发力能力较好的球友来使用。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